先的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景图教育这一个免费的直播公开课堂，我是景图教育的雨田。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现在目前桌面上面的这一个产品的一个前后模分模，以及呢我们滑块的一个分型。首先前后模与滑块的一个分型，其实的话我们只是它的一个出模方向不一样，分型面的这一个做法呢，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状态那就以这一个产品为案例好了今天主要围绕这一个产品，在上课的过程中，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聊天界面指出来随时提问，因为我们是一个直播的公开课堂。好。刚才我在上课之前呢，我把我的这个产品呢，我们导入到一个新的一个文件。那我在这边呢，打开这一个，就是这一个文件里面呢，它就只有我的这一个产品所有的这个文档里面就只有这一个产品，我们就以这一个产品呢来分型，来去呢做这一个分型面主要。首先的话，我们拿到这一边的这一个产品，就像我们刚才所打开的这一套模具图，其实我们做模具设计第一步是要干什么？就是我们围绕今天的这一节课的一个课题第一步我们必须呢就是分模。像我们的一个系统班课程，我们一个入门的第一个阶段要同学学呢，那肯定也就是了一个分模。分模的方法有很多，有实体分模，有片体分模，有实体加片体的分模。首先，那我这一个产品，我前后模的一个分型呢，我用什么呢？我用实体我用片体去分。其实分模方法很多，取决于你自己习惯性用哪一种。像我平时我是习惯性用就是实体加片体的一个分模方法。那同样的打开我们的这个产品，先把我们的一个前后模单独的嘞，把前后模的一个分型面呢给它去分出来。好，在这一边的话，我们拿到这一个产品，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去干嘛？第一步要去检查我们的这一个产品的一个前后模的一个分型斜度，就是我这一个产品呢，它是否有没有去摆正的一个状态好，那绘画就不多说，开始今天的一个主题。刚才讲到了我们前后模先用什么呢？前后模先用我们的一个分型面去将我们的一个前后模片体分模的一个方法呢，去将我们前后模的一个片体去给它去分出来。其实目前我看到这个产品，我们这个前后模分型它是非常简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边我可以看到呢，我的分型面肯定就是这一边，然后呢这一边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平面基本上就是一套这一个平板模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是如何去判断的呢？这个的话它是有一定的一个就是一个时间的一个经验的一个积累。那像这一种我们还要考虑到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我们考虑到这一个产品它首先有没有去摆正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的这个产品是在我的模具里面拿进来的，那肯定呢它是一个摆正的一个状态。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产品它是否有没有去摆正呢？还有如何去判断这一个产品它的一个前后模的一个分型线呢？那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用一个命令就可以去区分出来。首先的话，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通过这一个命令呢，我们去分析它的一个前后模，分析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是否有没有去摆正。分析形状，选择斜率，在这一边我们的一个最小值呢，我们给它输入负 0.5， 最大值呢 0.5， 中间的这个数值呢0不变。在这一边我们去选择它的一个参考矢量的方向，这一个参考矢量的方向我们是选择哪个方向呢？是选择我们的一个前后模的一个出模方向。前后模的出模方向，我们模具设计这一个行业里面，我们是以哪个方向作为我们的一个出模方向呢？
我们可以看到 UG 里面它有3个方向 ，GC 方向、YC 方向、XC 方向3个方向，所以呢 UG 软件它称之为这一个 3D 软件。在这里的话，我们这一个行业里面啊，我们是以这一个 GC 方向作为我们的一个开模方向。为什么以 GC 不是以 XC 以 YC？那因为我们 UG 软件它所识别的这一个方向呢，它就是这个 GC 方向，包括我们模具设计后续用到的这一个外挂，像目前普遍我们用到这个烟修模具用到比较多，还有用新创的、飞正的这几种呢也还是基本上就是算一个普遍的，像最早的用到的一个福波外挂当然被烟修了，已经干趴下了哦。我们所用到的这一类外挂，它所识别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它也是这一个 GC 方向，所以我们在开模之前，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呢与 GC 方向给它去摆好这个 GC 方向能出模的一个方向，这样子呢方便了我们后续的一个操作。你比如说我要去在我的这一个模具里面外挂里面直接去调一套模胚出来，那它所识别的一个开模方向，它也是 GC 方向，是不是？我们就不用把这一个坐标呢移来移去了。所以在这里的话，我是选择呢我 GC 方向作为我的一个开模方向矢量啊，直接呢点确定。然后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个产品它是一个透明的一个状态啊，透明的一个状态，我们要去干嘛？我们目前的话，那很多同学他就到这一步呢，他会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呢？为什么我进入到这个面分析的时候我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一个透明的一个状态？为什么那老师他所进入到的这个面分析呢，它是有一个颜色的？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一步，我们要去框选我们的这个产品？像我们这一个命令里面就是面分析这一个里面，我们在这一边，不管你所拉伸的这一个实体，还是拉伸的这个片体，还是创建的这个实体，所有的呢，你可以比如说我创建一个方块比如说我在这边呢创建一个方块，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个方块呢，它是这么一个透明的一个状态，对不对？是这么一个透明的一个状态，是不是？那跟我们刚才所进入到这一个分析，然后形状，然后选择到这个斜率，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它一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就是我们少了去框选的这一部分，像现在目前呢，我去框选了，那这个体呢，它就有颜色。在我们这一个面分析里面，我们没有去框选的这个实体或者这个片体，它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线框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进入到这个面分析，我只是去干嘛？我只是去判断我的一个前后模的一个分型所在。我所有后续的这个操作，比如说我的进胶顶出然后水路然后滑块斜顶这些结构，所有的我们都是在哪里去完成的呢？都是在这一边的这个带边着色里面去完成的。带边着色可以看到这个产品呢，它只有一种颜色。包括你在这个方向呢，在这个里面你所创建的呢，创建这个实体，它就是一个实体的一个状态，能够去看得清楚，是不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只是去干嘛呢？只是去判断我的一个前后模的一个分型线的一个所在。在这一边，我们的玫红色可以看到呢，它其实它最重要的有3种颜色，对不对？玫红色、蓝色，然后绿色，有3种颜色。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我刚才所输入的这个数值分析，然后形状、斜率，在这一边我所输入的这个-0.5、正0.5。在这里可能说我们在座的兄弟们听过我们之前的一个公开课，听过我们青雨老师讲的，听过我们晴天老师讲的，可能说每个老师他在这一边他所输入的这个数值呢，它不一样。有输入0.1的，有输入0.3的，有输入1个毫米的。这一个最小值和最大值呢，我们只要保证到一个点，就是一个什么点呢？就是你最小值和最大值它是一个对等的。你如果说这边输入-0.3，那你这边呢就输入0.3。我们所输入的这个数值代表的是一个什么？代表的是我们产品的一个斜度。
比方说在这里的话，我们玫红色面，我们现在目前所看到的玫红色面，它是我们 ZC 方向 0.5 度以上的，就是 0.5 度以上的就是玫红色面。然后我们负 ZC 方向的呢，同样的 0.5 度以上，它是蓝色面。我们可以看到针尖的这个数值，针尖这一个数值它是一个0，对不对？0它对应的它的一个颜色是什么颜色？那不是色盲的话，那都能看得清楚，是不是？它对应的这个颜色，它是一个绿色面。绿色面的话，那是直身面。像这个呢，它其实是我们产品的一个问题点。绿色面它能够出模，但是对于我们模具的一个出模角度，我们是需要有出模斜度的。我们像有一些产品设计的，它会去干嘛呢？它会让我们模具设计的自行拔模。我们就要涉及到，就是你要去拔模了。拔模是什么呢？拔模就是把我们产品的绿色面是直身的，本身是一个直的一个面，你要去给它呢增加一个斜度，就是增加我们的一个出模方向，根据我们的一个出模方向呢去给它增加斜度。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拔模。像这些产品上面所有的绿色面，我们可以认为呢，就是这个它是我们产品的一个问题点。前期我们做这一个 DFM 报告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去跟客户去沟通的，这个要去给他去提出来的。因为你一旦你前期不提出来，那你后续你要去给他去改，那肯定很麻烦。你前期一定要就是对于这种绿色面，要么就是他们改好 3D 发给你，要么就是你改好的 3D 发给他们去确认，这个它是相当于我们产品的一个问题点。那因为这一节课的一个时间关系，那今天就不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如何去把这些绿色面去增加斜度了啊。今天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前后模的一个分析面的一个制作。好，那我们可以视为一个什么呢？视为我们的蓝色面和玫红色面相交的这一条线它就是我们一个前后模的一个分形线。那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兄弟们，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那我蓝色面和玫红色面相交的这一条线，它是我们的一个分形线，对不对？那我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位置，那我刚才所讲到的蓝色面和玫红色面所相交的这一条线分形线，那我这一条分形线以下的这一块，它是不是全部都是出我们的这一个后模了，对不对？那我后模的这一个位置，细心的同学可以看到嘞，后模的这个位置它有玫红色面这种情况，那是不是我们产品的一个问题点呢？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的后模位置它有我们前模的斜度的面，这种呢我们在这一个行业里面呢，我们就称之为呢倒扣。产品倒扣就是它根据我们的这个 GC 方向出模方向上下模的一个出模方向呢，它倒扣了。外面的倒扣，这个就是产品外圈的倒扣。外圈的倒扣呢，我们会去给它做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另外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我们的一个滑块。我们要去就是你这个滑块为什么去做滑块？那我就是这个产品它倒扣了，前后模出不了模，那我想办法让它干嘛呢？想办法让这个倒扣的部分呢朝我的箭头方向去出。那我们在分析滑块的时候，我要去考虑到哪一个点呢？那我在这边呢参考矢量方向，我就要去选择我的一个滑块的滑动方向，像这个位置，那它就是要随着我们的 GC 方向这个方向呢去给它去进行滑动了，然后呢点确定，然后就是把这一部分呢去给它呢单独的去做到滑块上面包括你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大的一个弯钩部分其实在这一边我们如果说你哪怕说不进入到这一个面分析，你都能够去看到一个什么点，能够看到呢这一个弯钩的部分。这个弯钩的部分，我们在这边的这个弯钩的部分可以看到吗？这个弯钩的部分，如果说我向下面出的话，那这个位置它是不是挡住了？如果说我向上面出的话，那是不是呢？这个位置挡住了，就是这个位置挡住了。
我们只能想办法干嘛呢？只能想办法就是把这个弯钩倒扣的部分呢，朝我们的右边方向去出，就是朝我箭头这个方向呢去给它去进行出模，就是把倒扣的这一部分单独的给它去取出来，朝我们滑块所滑动的一个方向呢去给它去进行出模。好，先来做我们一个前后模的一个分析面，我们先呢把大致的呢就是前后模从这边过来，然后呢从这个位置呢过来，我们再次呢回到我们的一个带边着色，因为我现在目前呢我知道我的一个分形线的一个所在了，对不对？好，在这里的话我们去干嘛呢？我们去用到我们的一个扩大面的一个命令啊，扩大面干嘛呢？扩大面选择我们的一个分析面，就是这个面，其实我们前后模的一个分析面它是非常简单的，它只需要的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交位呢，把这一个分析呢给它扩大好了，然后下面的呢这一个面，然后另外的呢这一个面给它呢进行扩大，然后我们对面的呢这个位置，然后下面的呢这一个位置给它来进行扩大，另外的这个位置也是一样的啊，这一边，然后呢我们左边的这一边。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呢前后模的一个分型，我们通过一个命令就已经做出来了。通过我们扩大面的这一个命令呢，就做出来了。其实扩大面它类似于一个什么点呢？它类似于我们的一个前后模的，类似于我们产品的一个延伸片体哦。类似于我们延伸片体的这个命令，延伸片体就是它根据我们产品的这个最大外形面啊所延伸出去的这个分析面。好，前后模的分型我们做好了，现在目前的话它是四张面零零碎碎，所有的分型我们到最后干嘛呢？我们到最后面呢都要将这四张面呢给它去缝合起来，都要去给它缝合成一张面哦。就相当于一个什么呢？相当于我们去给它，就是你用一个体，然后你用一张面给它去砍开。但是我们的这一张面呢，它是需要一个完整的一张面，现在目前就是一个零零碎碎的一个状态，是不是？所以说这一步我们要去干嘛？我们要用到我们 U 基里面缝合的这一个命令，将我们这四张面呢去给它呢缝合起来，直接来点击确定。好，现在的话，我直接再点它呢，它现在好像还是一张一张的这个面，就是因为一个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去给它去进行移除参数啊。这一步的话，像好多学完，哪怕说学完第一个阶段的同学啊，他到我这边是教第二个阶段的啊，他到第二个阶段他还会出现一个什么点呢？经常性他做完的每一个步骤呢，他忘记给他去移除参数了啊。这一步一定要记得，就是你操作完之后，你觉得你像目前我已经将我的这个分析面做好，我已经缝合好了。我操作完之后，我已经确定没有问题了。像这一步呢，我就可以呢进行这个移除参数。我们所画的模具图是没有参数的哦，是不带参的。那像现在我再点击它一点就是所有的一个面呢都被选到了，就是这一个状态哦。然后现在我们来创建我的一个内模大小。内模大小的话，它并不是说随便多大，你想画多大嘞就画多大。这一个内模的大小，它是取决于产品的大小，还有一个点呢，取决于我们产品的一个模屑数。就是你的产品越多，内模呢肯定也越大；你的产品越大，我们内模呢肯定也越大。像这一个产品，我们可以去测量这个产品它的一个大小，用到这一个配料尺寸的命令呢，去测量我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大小。在这边可以看到呢，配料尺寸这个产品其实也就是100-200的一个大小，100-200的一个大小。像我们100以下的，我们可以呢考虑去留一个什么间隙呢？这一个间隙它是指的什么呢？是指我们的这一个产品最大外形到我们内模的这个最大外形这一个距离100以下的这个产品，我们可以呢留25到30之间；100到200呢，我们30到35之间。然后200到300呢，35到40之间，然后300到400呢，就40到50之间，以此呢往上
往上内推的哦。其实这个的话，它只是说一个大概，还要根据我们产品本身的一个情况来。如果说当你们画模具画过一个，就是画过5、6套模具了，那你至少呢，就是对这一个视图呢，它能够就是一眼能够去看出来。那比方说就是现在我去给它创建一个这一个内模的一个方块，用到这个常用工具，然后呢包轮体，然后再去呢，我把这个给它关掉先再去呢框选我的这个产品，我们在这边创建这个方块，就是现在我目前呢创建这个间隙，我创建的是一个30的，我们就能够一眼去看出这一个内模与产品它的一个比例关系。就相当于我们在生活中，像雨田个子并不高，1.5米几的一个个子。那如果说你们一个1.7米、1.8米的站我边上，那是不是咱们就体现出来了这种最萌身高差的这个感觉？那如果说你们2个1.7米、2个1.8米的站一块，那是不是它就出现这种就是一眼看上去2个人差不多还挺协调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它在这一边，我们内模和这一个产品它一样的，你去创建它的一个方块，那我这样子看上去，他们这个还挺合适这一个产品的，可以看出来的像这个产品的话，我们要考虑到的一个点是什么点？就是我目前呢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到时候我这边我前模肯定是一个挖坑的一个状态我们要考虑到一个什么点呢？考虑到我内模的这个面到我这个面，它们的一个就是这个体它的一个强度就是要考虑到这个位置它的一个强度。那我在这边就是适当的呢，给它呢稍微做大一点点稍微做大一点点，我先呢给它去做到40好了，因为这个位置我们也要考虑到它的比较高的一个状态。等会呢这边呢又比较单薄，其实正常这个产品的一个大小，我们留一个35左右差不多了，就是默认间隙呢留一个35左右差不多了。好，这一个大小取整。你像这里我以5个毫米去取整的话，我们内模呢就是255、315，然后200的一个尺寸。其实这边我就是直接可以去用10个毫米给它去取整，260、320，就是以10个毫米为单位。刚才255，那就直接就做到了260、320。其实5个毫米呢，它也相差不了多少。尽量的内模的话，给它呢取整数以10个毫米。最多呢就是以5个毫米呢去给它去取整数好，直接呢在这一边呢点击确定。现在我们的产品也有了，滑块也有了，分型面也有了，先可以来去给它做这一个前后模的一个分型先可以来做前后模的一个分型。前后模的分型之前，我们先要去干嘛呢？模具为什么要去？我们模具是做什么的呢？我们模具是为了去生产产品而制定的。那在这里的话，首先我的这一个体，它就相当于一个什么呢？相当于我们前后内模。选择我们求差的这一个命令，选择这个体，然后呢选择我们的这个产品，在这一边保存工具呢，我们给它呢勾选一下勾选一下我们保存工具，直接呢点击确定。确定完成之后，在这一步我们来看一下我目前所打开的这一个体我们现在刚才我的这一个体我没有这一个产品交位，对不对？现在我通过我刚才所求差的这一个命令，我所把这个产品的这个交位已经做出来了，对不对？已经做出来了。那现在我们目前这个如果说我不分模的话为什么要去分模？首先我们要了解到这一个点，我把我的这个体我去给它去放这个实体，这个就是我们生活中所看到的这一块铁的一个状态。在这里的话，那我产品在这一个铁的一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铁它四方方都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那我如何去给它加工出我这一个体，就是我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料位，我加工不出来，对不对？我哪怕说我们请个仙女下凡，小仙女下凡，把你的这一个胶位给它去加工出来了，那你加工出来了，我们这个产品它怎么拿出来呢？这个产品我也没有办法拿出来，它四面都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就有了我们模具设计第一步分模。
有了我们分模的这一个工作啊，我们模具设计所学的第一步就是呢，你要先去呢将我的这一块体呀，我们给它一分为二，分成2块。像这个前后模分模，我们就是分为一个前模，然后呢分为一个后模。好，再用到我们这一个拆分体的这一个命令，选择体，然后在这一边呢选择我们的这个工具选项面或平面，然后再直接呢选择我们的这个分析面。好，直接呢点击确定。好，直接点击确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状态的话已经分开了啊，已经分开了。但是有一个点啊，我现在呢把我这个题呢 Ctrl 加 V， 我给它呢隐藏起来。现在那我这个前后模的它并没有一个分开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我刚才所讲到的哪一步？刚才所讲到的，我们没有去干嘛？没有去给它来进行移除参数啊！移除参数这一个命令我们经常会用到，所以说呢，可以去设置一个快捷键。可以去设置它的一个快捷键，像我呢，我这边呢，我就是设置的一个 W 作为一个移除参数的一个快捷键，我直接我要选这个命令，我输入 W， 然后呢，给它来框选一下我的前后内模、产品及分析面。现在呢，看到没有？我再一点前模，再一点后模，是不是前后模呢就已经分开了哦？前后模就已经分开了。这个分析面的话，我们可以呢去放到我的一个垃圾图层里面，也可以呢直接给它去删掉。像我一般呢跟我们的一个 VIP 学员，我们都会去讲到一个什么点呢？就分析面你可以呢先给它去保留起来，因为做模具设计这一个行业，如果说啊正在听课的同学，那在车间里面上班的。在我们模具厂里面上班的，那肯定知道一个点，这个产品的话，它肯定会改来改去。你不可能说啊，我们一个产品，除非说啊，他直接发过来的这个产品呢，就可以立马开模了，你就直接的拿这个产品去给他去分析。像前期有这一种情况啊，他可能说今天发个新产品给你。然后你给他呢分好模之后，然后呢他今天下午呢他或者说在下班之前都有这种情况，他又丢给你一个新产品。像我那个时候做那种园林工具那种机壳类那个特别多，就是后模很多那种精位那个时候一个什么情况呢？它这个精位这边加一点，那边减一点，你刚刚把这个模分好，它突然呢，它又丢给你一个新产品，丢给你过来，然后你在这一边，如果说你去给它去改我们的一个后模的一些精位一些什么东西的话，那比较麻烦。如果说我分析面还在，那我是不是有一些分析面我还能去用？就要去涉及到有一些就是我们需要去重新去分模的，所以说分析面我们可以呢先前期呢给它去保留起来，放到我们的一个垃圾图层里面。像垃圾图层呢一般就是250层以上，就是我们经常呢看人家不爽骂人的话，就是你个250它就对于我们来说就没有用处的，所以说就给它呢设置为一个就是当我们的一个垃圾图层。好，在这里的话，我们前后模的一个分析在听课的同学有没有听明白？这个产品就是前后模分析，它是比较相对应就是比较简单的哦。我们前后模分析的听明白的刷个小鲜花，我们接着再来讲这一个滑块的一个分析哦。前后模分析，我们刚才所用到的呢，就是一个片体分模。那比方说现在我要去干嘛呢？我要来去做我刚才这一个扣子的部分，这个扣子的一个部分，我要把这一个扣子部分呢，把这一个滑块给它去分出来。像这种它比较规则的，我们就可以呢用到这一个实体，去给它来去进行分模实体分模怎么去分？那比方说这一个扣子，其实它还是很简单的我们只需要去把它倒扣的这一部分呢，给它去取出来。比方说现在呢，我就直接去用到我们启动里面，然后所有应用模块，选择呢注塑模向导，然后在这边呢点击注塑模工具，在这个位置在这一个位置我们可以去干嘛呢？选择我们的一个创建方块
直接呢选择它，然后呢选择我们所有就是倒扣的这一部分呢，我给它呢创建出来一个方块，像这个位置呢，这个方块可以适当的大一点，对不对？适当的可以去大一点，对不对？像这个我可以去给它去关掉了啊。然后的话，我们这一个面，我目前如果说我给它创建到这里，它虽然说它倒扣的部分它只在这个位置，但是我的分析面它在这里，我的滑块它要装到我的后模，我把这个前后模给它改个颜色先啊，前后模可以去给它改一个颜色。好，选择我们的叶绣模具，选择呢常用工具设置对象颜色，在这边呢随便去随机着色啊，改成你们自己呢喜欢的颜色啊，改成自己喜欢的一个颜色。像这里的话，我如果说目前呢我的这个滑块头部肯定这个面它是到我们的这个后面来的。如果说我现在我去直接给它去做到这边，那我的这个滑块它是成了一个什么点呢？这个位置它比较薄，可以去测量一下啊，可以去测量呢，这一个面到这个面是一个2.45的一个状态，太薄了啊，并且还要去考虑到一个点，就是对于我这个后模去加工的话，那像这种的话，它不可能直接从正面去洗下来，它只能从我们侧面去加工，这个就是一个后模的一个隧道滑块了。没有必要这样子去做啊，直接把我们的这个滑块的这个面呢，我选择我的这个滑块的这个面去剃平到我的这个内模的这个面，去剃平它之后，然后再去干嘛呢？在这一边啊，在这一边我先把我们的这个面啊，就是里面的这个面啊，去剃平到我的这一个。我应该把那个预览显示给它去关掉的，把这一个面去剃平到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扣子的这一个面过来，然后上面的这一边啊，上面的这个边呢，我先去干嘛呢？先去给它用到这一个球叉的命令，就是把这个倒扣的部分呢，先给它去剪出来。但是剪出来之前啊，我们还有一个点，就是我刚才的这一个面，我只是做到我的这个扣子的这一个面，我们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里面的这一部分我还要去做出来，先给它再创建一个这个小的一个方块啊，创建一个小的，这边间隙呢给它设置这个0.5好了。选择球叉，然后呢选择我们的产品，把这一小部分的这个倒扣呢给它去做出来。好，再把我们那个产品，然后这一部分没用了啊，这个位置呢没用了啊，我现在只取这一块，把我的这一个滑块这一边呢给它去拿出来，这一部分小的它是属于我们这个大的一个滑块头部的啊，将我们这两个体呢给它去合并起来啊。然后另外的这种呢，这种你直接把这个面呢，你像这个它就是我们滑块一个薄钢的一个状态，你直接给它剃平掉，然后这个位置呢去给它去剃平掉之后，再把我们的这一个后模和产品呢拿出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情况。像这种位置，我们这个滑块它就可以干嘛呢？它就可以两边去做宽一点，去加强这一个滑块的一个强度啊。这边呢，我比如说5个毫米，给它去做大一点。我们考虑到就是这一整产品到外形一个分焦距离啊，可以去测量一下，最少不要低于5个毫米啊，最少不要低于5个毫米。一般的话，我们去做5个毫米到10个毫米之间啊。来选择我们这个面，选择呢我们这一个面5个毫米，现在目前是5点多。然后的话，那我差不多的一个状态的，对不对？差不多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一个滑块的，就是我滑块它是要朝我们箭头这一个方向，它要去运动的，它就类似于一个什么呢？它就类似于我们一个前后模的一个擦穿角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的这个滑块，它在我们的这个后模里面，如果说它滑动的话，它是一个直身面，就是直身面0对0的。那对于这个位置的话，那时间久了，它肯定会跑批分哦。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它运动的方向这里呢，我们给它去干嘛呢？给它去拔一个角度。那我就是用到这个层边去拔好了啊，层边去拔。现在目前的话，这一个角度它是一个反的一个状态，因为它要朝我们外侧的方向去滑动。那我在这边呢，负2度。
负2度啊。像这边是一个小头，然后呢外侧呢它是一个大头啊，拔一个负2度，好，直接点击确定。好，确定完成之后，我们再去测量一下，那肯定这个位置呢，它这个分焦肯定是一个不够的一个状态了啊，才3点多个毫米。像这边我可以呢，适当的再去给它呢，去偏一个2、3个毫米，给它呢去加大一点。来，这一部分就是我的一个滑块相间呢，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滑块相间，滑块的一个头部就是我倒扣的嘞。倒扣的这一部分哦，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呢跟后模去给它呢去进行这一个球擦，这种就类似于我们U 基里面的一个实体分模啊，就是针对于我们滑块的一部分呢，把这一个实体去给它呢去分出来。就是我刚才做滑块头部的这一块，我并没有去用到一个没有去给它去做这一个分析面，对不对？像这种呢，就直接就是一个滑块的一个部分哦。好，然后的话，我们滑块分出来之后，其实你像这边我的这个滑块，它是朝我们箭头方向这个方向去分出来的，是不是？我们同样的可以去用到一个什么呢？我们同样的可以去用到分析，然后形状、斜率，我们去分析这一个滑块它的一个出模有没有问题。那我在这边只是说去指定它的一个滑块的一个滑动方向就可以了。你像 JC 方向，它是朝我的这一个方向去滑动的。我们刚才所判断一个前后模分型的，它是随着我们 JC 方向上下的方向去给它去滑动的，对不对？好，选择我们的这个 XC 方向，好，直接的确定，框选我的这个滑块头部。可以看到嘞，现在目前就是我所有蓝色的这一部分，那说明呢就是一个能够出模的。像你如果说你的这个蓝色面它里面有横色面，像这种你就要注意到了，那这个位置呢，它在滑块上面它出模呢也是有问题的哦，也是有问题的，就跟我们刚才所分析的一个前后模的一样，你后模的位置它掺杂了前模的这个面，那我们这一个行业里面呢就称之为一个倒扣哦，就产品倒扣了，它出不了模。像这一部分这种扣子呢都可以直接用到这一个，就是直接可以去用到我们这个创建方块的这一个命令去用啊。但是对于这一种位置，它可能说就是你要去设计到一个什么点呢？它这一边有一个面，然后这一边呢有一个面，但是我们在这边我比方说我现在我同样的就是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方法，是不是？我来去给它呢创建一个方块，然后呢将我们的这个方块呢给它去做大。同样的，那我将我的这一个面呢先去踢平到我的这个料位面来。但是我们的顶面可以看一下我们顶面的这个位置它有2个面怎么办？它有2个面，那没有关系，你给它去剃2次就好了你比如把我们这个面呢，你可以呢先给它去偏大一点，这样子偏大你就好去选面，对不对？你这边呢去给它呢去剃平，但是我们在这里的话，你这一个面去剃平之后，它这边呢，它还多余的一个就是一个三角形的一段，是不是？你像这里，你直接可以呢用到拆分体，就把这一块呢，你可以去拆掉，然后新建平面，然后呢选择这个面呢，去给它把这一块呢，去给它去拆掉，好，把这一块给它去删掉，然后你再用到这个拆掉之后，因为我刚才所判断的这个新建平面它并没有去给它呢去判断，就是你如果说它是一个规则的一个面，因为这个面它不是一个规则的，如果说是一个规则的一个面，那你选择比方说选择这个面它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它会出现一个距离，它可以去指定它的一个距离。当你选择的这一个面，它就只有这个箭头一个方向的话，这种面它就是不是一个规则的。你再用到我们替换面的这个面呢，将这一边呢，这一个滑块的这个面去剃平到我的后模的这个面，替换之后，再去用到我们球擦呢，选择这个体，然后呢，再选择我们的这个滑块，去给它呢去进行球擦，然后另外的这里面的这一个给它呢创建一个小的一个方块，选择这一个体和产品呢去给它来进行球擦。球擦完之后，再把我们的体拿出来再把我们的这个体拿出来。我这边又把那个我刚才去做的那个方块给它去做
做的太大了啊，然后将这两个体呢给它去合并起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滑块嘞。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滑块，但是的话，我们在这一边哦，在这边我去给它去拉伸一个偏体线，这个滑块做的有点大哦，就下面的这个面，我刚才创建这个方块的时候创建大了，将我们的这一根体的一个面呢去剃平到我的这个分形面这边来，好，再去把这个位置去用到这个替换面呢，去给它去剃平，然后这个位置呢用到这个替换面，因为你留这一块没有意义，直接就是你这一个分形呢，分到我们的这个钩子上面啊，可以看到嘞，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测试图啊，就是直接分到我的这个钩子上面，然后直接一个平面下来啊，直接一个平面过去。好，同样的，我们把这两端呢，可以呢去给它去偏大一点。应该8个毫米够了啊，偏大一点，然后再去给它拔一个滑块的一个出模角度，拔一个滑块的一个出模角度之后，再把我们的一个后模拿出来，像这个呢，就是我的这一个滑块倒扣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单独的把倒扣的这部分呢给它去分出来了，可以看到这一个边肯定就是做平我们的后模的这个面就好了啊。直接可以去做平我们的后模的这个面。其实这个滑块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种做的一个方法，像这种它增建的这一部分，你其实也可以就是局部的给它去分到这一个滑块上面啊，就是你在这一边呢给它做一个这一个大的，直接做一个这一个大的一个滑块相间啊，然后再去呢。用到我们的这个滑块桌子也可以的，像这种，如果说你前面做一块大的，你后面的这一个滑块桌子和我们的一个滑块相间，可以作为一体的哦。如果说我打开这个模具图给你们看哦，因为我这样子讲，可能说你们零基础的同学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不知道去讲的一些什么东西啊。像目前呢，这一个滑块它是怎么去做的呢？我把这个可以去删掉了。来，这一个滑块呢，它是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滑块相间，然后后面的呢这个是滑块桌子，就这两个相间，它通过这一个挂台，然后这边呢锁了一个螺丝，锁到我的这一个桌子上面，挂在我的这个柱子上面的。这一种的话，就是我们滑块相间和滑块桌子呢给它去分开的。目前我们刚才就是直接把这两个相间的一个头部给它去取出来了，是不是？只是没有去做后面的这个滑块桌子啊、压条啊、斜导柱这一些东西了。今天所讲到的一个就是一个分形面的一个制作，就不跟大家去讲这一个就是滑块的一个制作啊，然后我们一些滑块的一个设计参数这些东西啊。滑块的话，其实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我们像前模滑块啊、后模滑块啊、前模这一个抽新的这种，就是抽新的这种滑块都会去讲到。第3个阶段、第4个阶段都会去讲到这一个滑块的一个结构。像这里这里的话，我们是一个分开做的一个状态。其实在这里，你如果说就是你局部的给它来把这一大块给它做到这个滑块上面，你这一大块，因为你这一个为什么这一边单独的就是做两个相间？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节省材料，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方便加工。你像这种，我直接就是加工两个相间，然后这个桌子就是单独的去做这一个桌子。这样子可以去分开去加工，对不对？如果说我给它去做成一体的，我去定料的话，我要去定这么大一块料，而且我加工的话，你像这边呢，就是我现在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个滑块相间和滑块头部它是连在一起的哦。那我这一边它就是一体的，它这种位置呢，它这种相间呢，而且它特别容易断，因为你前面又细又长。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还有一个点，它是就是你的这一个就是你的这个位置的一个相间的一个高度，它又特别高。你如果说我单独的我去买两个小相间，那是不是你单独的买两个小相间，然后再去买这一个滑块桌子，你分开买，是不是它的一个材料要小？
你这样子你去连在一起，它就必须得去下一整块的一个料，而且它加工的话，像前面那个头部，如果说你线割吧，线割它前面它是能够去线割出来，但是你前面的这个胶位你也是需要去单独的嘞，就是连在一起去给它去加工出来的。所以说像这种一般就是我们会去给它考虑就是分开去做，除非说你前面给它来做一大块，然后呢后面也是一个大块，就是你的滑块头部跟滑块座子它的一个大小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我们就会给它来做成一体式的。滑块头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会用到就是实体分模，直接就是实体给它去取出来啊。刚才我们做这一个实体并没有去就是直接去那创建方块去把这个刀扣的部分给它去做出来，也没有去给它去做到这一个片体啊。好，接下来我们这一个位置我们单独的去来看一下，单独的就是我们倒扣的这一部分呢，这种位置因为它涉及到的一个面比较多，我们就要用到片体去给它去做这一个片体了。这边的这一个位置的话，比方说我的这个产品，干嘛呢？我的这一个产品，我们用到这一个分型，然后呢选择这一个形状斜率。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分型面，就是我的一个前后模分型，我的滑块倒扣这个位置，我要去做到哪一条线，对不对？你像这里呢，能够就是我们眉横色面它能够出前模的，我们就给它来留到前模。像这边呢，就是我的这条线这样子下来，对不对？像这种呢，就是我的这一个圆角的这一条线呢，就是这条线，就是这个分析线它是在我的一个圆角中间了。但是的话，我们如果说回到这边的一个带边走势，可以看到呢，我这一个圆角中间它并没有这一个分型线，并没有这个分析线，这种就是需要去干嘛？需要去单独的去抽取出来的哦，单独的去抽取出来。像下面的这个嘞，下面这个圆角，这个圆角嘞，下面这一个圆角，这个圆角，我们再次的回到这一边的这个带边走势哦。这个圆角的话，你像这种呢，我这个蓝色它是要就是蓝色部分你肯定不能出到前面，是分析面这样子下来。其实像这里的我就直接的一条线这样子去下来，然后这个呢就是圆角上面，就是直接沿着它圆角上面，就是这一个大的一个圆角来把这个分型线给它去抽出来，可以来去做我们的一个分型面的啊。先把这一个圆角中间的一个分型线呢，先给它去抽取出来。好，直接用到什么命令呢？直接用到我们抽取曲线的命令，选择它，然后选择等斜度曲线，选择完等斜度曲线之后，再去干嘛？再去选择我们的一个出模方向，直接点确定。角度的话，我们给它输入0，直接再确定一次，然后直接选择我们要抽取的这一个分析面。那我这边我就选择这4个面好了，是不是把我们刚才就是我的眉横色面和蓝色面相交的这一条线，我们可以再次回到面分析啊，把这一个分析线已经抽取出来了，对不对？已经抽取出来了。在这里的话就要去考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点了哦。这种位置就是我的这一个分析面，我们是朝下面的方向去拉伸呢，还是朝我右边的方向去做？就是我的这个分析面，我滑块的这个分析面，我是朝下面的方向去做，还是朝右边的方向去做？这个位置我们往右边去做，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哦。那我可以拉一个这一个分析面，那你刚才所讲到的就是这条线，我们往右边去拉伸哦，往右边去拉伸，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分析面，对不对？你说往右边的啊，往右边，那我先来去就是局部的分一小块，我们所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哦。创建一个方块，然后稍微做小一点点凹陷，稍微做小一点点，然后这个面呢，我去给它就是你刚才说往右的，那就是剃平这个面，然后这一个面去剃平到这个面，然后再去干嘛呢？再去用到我们求差的这个命令，将我们的这个体
去给它去进行求差。好，移除一下参数，把这一个体内多余的我肯定给它去删掉，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局部的一个滑块啊，局部的滑块我们放成实体来给它去看一下啊，可以看一下，看到有问题吗？这种位置是不是出现这种尖高了，跟一把刀一样，太尖了啊！朝我们右边去做，太尖了。除非说一个什么点呢？除非说我们没有这一个圆角，那比方说我把这个拆分体呢，我将我的这个面我去给它呢去拆分开来。除非说没有这个圆角，我们直接的就从这边去做，因为它现在目前呢，就这种拐角呢，它是一个90度的一个垂直角一样的。但是我们多了这个位置的话呢，那像这种它就是一个尖刚的一个位置哦，而且还要去考虑到一个什么点呢？还要去考虑到就是我们这两边的一个侧边啊，这两边的一个侧边，我们要去给它呢，要有这一个前后模的一个擦穿角度的，因为你这个面它是要跟前模去要去活动的。这个面呢，它必须要有这一个擦穿角度，要有2度到3度，要直接去看的，就是你这个面直接过来，它的一个角度够不够大，那是取决于，就是直接去取决于它，其实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面，对不对？直接是取决于我们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面，它的一个角度够不够大。所以说像这种呢，我们就不建议呢大家直接朝我们的右边去做，要朝我们的下方。那我在这边呢，这个分形线我刚才去移除参数移没了啊，再去抽取一下，好了啊，来再拉伸呢，选择我们这条线，然后呢再选择呢。这边我把这个玫红色线我拉出来，估计这一段线拉伸出来的这个质量不太行哦，因为什么呢？因为看到没有，它这种呢，它其实呢，这个位置它是一张面，然后这个位置呢，它是一张面，它是由2张面组成的。像这种，它本身它是2张面，但是因为我们所抽取出来的这个线是什么线呢？我们所抽取出来的，它这边就只有一条线，是不是？像这种情况，这种面它很有可能导致于我们模具分开之后，它会出现一个什么点？它会出现这种就是薄钢啊，或者这种就是烂面的这种可能性。你像这种呢，可以看到呢，这种其实最好的一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我们直接按照它原本的这一条线过来。然后这一边它这个面它是一个平的，对不对？这个面呢给它去做过来一点点，这个位置我们给它导一个这个差不多的一个角就可以了，稍微只差一点点啊，导一个差不多的一个角就可以了。像这种为什么就是很多设计它所做的这一个分形面，它可能说它在它的这个文档里面，它看上去它就是一个好的状态，然后发给编程那边去加工。那编程可能说它不是用到的一个 UG 软件，它是用到的其他的一个软件，然后它打开的要么就是就是一个烂面的一个状态，导致于这一个体的一个烂面，要么就是产品它本身有这个烂面的一个存在，要么就是我们分形的，就是模具上面分形的这个分形面没有去做好，所以前期分形面的质量一定要把关好。像这种位置呢，我刚才所讲到的就是我们这一端呢，朝我们的这个右边方向呢，我再去给它去拉伸一个面，然后这个位置呢，我就按我们上方的这个面呢，给它拉伸出来好了。好，这个位置的话，我们直接呢用到这一个延伸片体啊，将我们的这一端呢，我去给它呢延伸出来。另外的这个位置呢，我去给它去延伸过去。好，我们这种拐角位置啊。这种拐角位置我要去干嘛呢？拐角位置我要去给它去修剪，对不对？我要去给它去修剪。如果说我用到这一个修剪片体我比方说选择修剪片体，我选择它，然后呢选择它，我要修剪2次。而且呢，现在它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出现它现在呢一定要选择，就是你的这个产品的这个线呢也要去选好。然后另外的呢，你再选择它呢，然后再去选择上方的，它又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它又出现了这个有一个红色的点，就是我们的边界体它没有目标体大，
所以说它提示不可修剪。所以说在这一步，其实我们还可以用到一个比较快捷的方法哦，直接在这一边我们选择到修剪与延伸的这一个命令，在这里我们选择了制作拐角，选择了第一个面，然后再选择了第二个面。只是说我们要保留的这个拐角的一个方向，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要保留的这个方向，要保留的呢下面的这个方向，然后呢选择我们反向啊。这边选择这个反向来保留我们这个拐角，好，直接的点击确定，直接点击确定。同样的，我们另外的这个位置呢，一样的啊。那我们把这一边呢去给它去拉伸出来，这个一圈的这个分析面啊，包括这个圆角呢，好，朝我们的这个右边方向呢去给它去拉伸。另外的这个拐角位置啊，拉伸，你像这个位置呢，这个位置。然后另外的这个位置朝我们的右边方向呢去拉伸，分析面整个的一个轮廓给它去做出来啊。然后这边我这个片体不够大，是不是我们给它的延伸过来，然后呢这边延伸过来，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片体相交了，是不是？用到修剪与延伸，制作拐角，选择它，然后呢再选择它，这边呢它所预览的就是保留的这个拐角，直接点确定就好了。好，再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两个面啊，它是一个多余的一个状态呢，像这种用到修剪片体，把上面的部分就是把上面多余的这张面和这张面呢，我们给它呢去修剪掉。修剪完成之后，这里呢整体给它呢缝合起来，可以去缝合起来了啊。缝合起来，像这种位置我刚才所讲到了，就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去倒一个角，是不是？像这里我直接用到这个边导圆呢，导1毫米，然后对角呢也是一样的，导1毫米，导1毫米就好了啊。下面的这一段整体的分型呢，往下面呢给它去做一段，因为一个什么点在这里啊，因为我们的滑块其实倒扣的部分它是到这个面，对不对？因为我们前模这个前模的分型到这边来了，你如果说你分析面到这边只做到这里，那我滑块我肯定就是跟我们刚才所做的这一边它是一样的一个道理，你不可能说只做到下面的这一段，不做到分析面的这段，是不是？把这一个就是你这个分析面，它一定你分析面首先可以去给它去做大一点，分型的整个轮廓可以给它做大一点，然后这个缝合，然后呢将我们这一段呢给它去缝合起来。好，缝合起来之后，我们再来给它去干嘛？再来给它，现在我就可以来去做这一个滑块的这一个分模。我分析面已经做好了，就是把滑块的这个倒扣的这一个假体呢，给它直接的创建一个方块，创建出来啊。像这一边呢，创建一个方块，创建出来。这一边的这个位置的话哦，我们在这里就是要考虑到这一个间隙，我们给它去做多大。刚才我们的内膜就是我们的这个面到产品的交位到内膜外面，我们是留的一个40，是不是？像这里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去给它，不需要去留这么多了。我们只要考虑的就是你滑块的这个面到这个面它的一个分交距离就可以了。像这里呢，那我就给它留一个10毫米，差不多。10毫米差不多，然后我们滑块的这一个面呢，它指到我们那个前模的这一段啊，指到我们前模的这一段，好，移除一下参数，好，然后的话这一边的这个体，我假体我可以稍微做长一点点，是不是？直接的做长一点点，先用到这个球叉，先把我们这个倒扣的部分呢，给它去球叉。你像这边的这个假体，我可以稍微做长一点，做过来一点点啊。来给它呢球叉球出来，跟产品呢球叉球出来，球叉完成之后，再用到我们拆分体这个命令呢，选择这一个体，然后选择面或平面，选择它，给它呢进行拆分出来。好，移除一下参数啊，这个假体呢给它去删掉，因为这一块假体我前模已经有了这个料位，是不是？所以说给它去删掉。我这个分析面呢也可以去删掉，或者呢放到我们那个垃圾图层里面。然后我所要的就是这一部分呢，就是我滑块倒扣的这一部分，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滑块头部。你像该做斜度的嘞，可以去做斜度。你像这个前后模一个插穿角度啊，包括就是我滑块的一个滑动角度啊，都可以就是通过这一个实体我们来拔模去给它去搞定。然后另外的就是我滑块头部前面的这一段啊，
前面的这一段遮整就是看上去你一看就是太薄了，是不是？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刚才就是直接从这一刀给它做过来一个尖角的一个状态，类似哦。这边你像才1.6，这个滑块随便滑动几下，那这个位置肯定老早断了。所以像这种我们就局部的看能不能把这一块呢单独的去给它去分到后模。像这边呢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哦，在这里我回到我的面分析，像这种位置绿色面它是没有任何斜度的哦。我们刚才这个位置它就是讲的这个位置它没有任何斜度，绿色面，那我们就可以呢去给它改成我们的一个后模，因为它现在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它是处于我们一个后模角度。绿色面它是可以去改前模，也可以来去改后模，但是要去看你这一个绿色面它是处于你后模的一个角度呢，还是处于你前模的一个角度。像这里我就可以呢去给它把这一块来干嘛，把这一块我去给它去求差求掉，来，到时候这一块就给它去分到这一个后模。然后像这里的话，你直接如果说像目前我们这个前模这个状态，如果不把这一块去做出来的话，是一个什么情况？不把这一块做出来，那我这个钩子我没有办法去给它去加工出来，加工出来了，我这个产品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它去拿出来，所以就是把这一块呢去给它去挖掉，选择这个球叉呢，选择它球叉，好。出现了这一种情况，就是根据体和目标体未形成全相交。这种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是处于我们就是你的这两个面，它是有问题的，它是有问题的。像这种位置，那像这里的话没有关系，我们给它来创建一个方块，创建的这个方块呢，你和这个前模呢去给它再去剃一下，前模剃完之后，你像这一边呢。侧边和我们的这个滑块剃一下哦，好，然后再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拿出来，这一个体和产品去给它去进行球叉哦，和产品去球叉一下。然后的话，因为我这一个体我还要去干嘛？其实我这一个分析面，我这两块我是不要的，先用到我们拆分体呢，将这一个面新建平面，我去给它来去砍一刀。砍一刀之后呢，这个多余的给它删掉，这一块多余的呢给它去删掉，这一块呢就是它这个面与面之间呢，它有时候 U 基它就这么奇怪哦。你把这一块呢跟它来合并一下，合并一下之后，你再呢把我们的这一个产品呢拿出来，把我们的前模拿出来再用到我们求差的命令来选择它，然后再选择它。来，现在就可以了然后呢，勾选我们的这一个保存工具因为这一个方块我还需要去保留起来的。来，现在就呢，我前模呢这样子就可以呢，从我们的正面呢去给它去加工出来了。然后这种位置的话这一块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就是我前面的这一段，我去给它去分到后模的，对不对？那我把这一块呢去跟我们的一个后模呢去给它合并起来这一块跟我们后模嘞合并起来，来，这个就是我们属于我们后模的嘞，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滑块，像这种就是我们单独的嘞，这边要去加斜度的就去加斜度，滑块的这个滑动斜度包括我们前后模的一个擦穿斜度然后再就是呢，我们这种位置，因为你要去 CNC 直接去洗出来的，对不对？这种位置你就要去给它去导这一个圆角，去给它去加工出来。今天的话就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